2001年，江西1歲女棄嬰被加拿大夫婦收養。20年後，女孩擊敗中國選手張雨霏奪得了奧運金牌。她就是東京奧運會女子蝶泳金牌獲得者加拿大選手麥克尼爾。從她黃皮膚黑眼睛外觀就能看出，她是中國人的後代。那麼，她的父母為何要拋棄她呢？這些年她是怎麼過來的呢？大家好，我是貝貝。今天的視頻就帶大家走進麥克尼爾的成長故事。2000年2月26日，麥克尼爾出生於江西省九江市下轄的一戶農村家庭裡。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在他之前，父母已經生下了一個女兒。在重男輕女的思想之下，父母原本打算再生育一個兒子，但當他們看到剛剛出生的麥克尼爾是個女孩時，他們沒有一絲開心，反而憂心忡忡。父親狠下心來，將出生後不久的女兒包裹好，丟到了路邊的草叢裡。幾個小時後，好心人路過時，發現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孩。之後，好心人將女孩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四處打聽，張貼告示，但始終沒有人認領。最終，民警將其送到了九江市兒童福利院。在福利院裡，這裡的工作人員給女嬰起了一個小凱的名字。在工作人員的呵護下，小凱也算健康地活了下來。2001年，一對來自加拿大的夫婦來到中國旅遊，他們此行去了北京，去了上海，最後又去了江西九江，在這裡遊覽了廬山瀑布。當然，此次中國之行對於這對夫婦來說，最重要的是要領養一個孩子。這位加拿大夫婦的男主人公名叫埃德·麥克尼爾，早年是愛爾蘭人，後來移居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倫敦市，從事戲劇老師的工作。妻子名叫蘇珊·麥克尼爾，是一名家庭醫生，夫妻兩人都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錯。但因為種種原因，兩人沒有生育孩子，但他們又特別想要一個孩子。經過商量後，夫妻打算領養一個孩子。不過在加拿大，領養孩子的手續非常麻煩。夫妻倆在經過打聽後得知，在中國領養孩子非常方便，所以兩人就打算到中國看看，即便是無法達到領養孩子的目的，能來中國旅遊一番也不錯。兩人在廬山旅遊結束後，就來到了九江市兒童福利院。在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員溝通後，他們的家庭資質符合收養條件。當時符合被收養的兒童也不少，工作人員就帶領這對加拿大夫妻到福利院裡參觀。這對夫婦在不遠處看到了一個乖巧、眼睛圓潤的小女孩。不僅如此，這個小女孩也在對着這對夫婦笑。沒錯，這個小女孩就是小凱。這對夫婦當即決定就收養年僅1歲的小凱。在辦理了各種收養手續後，這對夫婦帶着小凱乘坐飛機去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回到加拿大後，埃德·麥克尼爾給女兒起了一個英文名 Maggie McNeil， 翻譯成中文就是瑪吉·麥克尼爾。夫妻倆對待這個孩子非常呵護，教他學習英語，讓他接受加拿大的教育。在養父母看來，中國小孩特別聰明，所以在第3年的時候，這對夫妻又跑到中國，他們又收養了一個中國女孩。此後，麥克尼爾就和相同膚色的妹妹一起成長。西方教育理念裡沒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想法，在養父母看來，只要麥克尼爾和妹妹能夠健康長大，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就足夠了。麥克尼爾5歲時患上了哮喘，作為家庭醫生的養母蘇珊便決定讓麥克尼爾學習游泳，這樣便可以鍛鍊麥克尼爾的心肺功能。所以從5歲開始，麥克尼爾便開始學習起了游泳。而下水後，向來沉默的麥克尼爾變得異常興奮。他好像天生就喜歡游泳，只要一有空便泡在家裡後院的泳池裡。後來，母親發現麥克尼爾有這方面的天賦，便和丈夫商量着花重金請了一個游泳教練，讓他培養麥克尼爾成為專業的游泳運動員。在教練的教導下，麥克尼爾無論是泳姿、耐力還是速度都有了極大的提高。2008年，8歲的麥克尼爾第一次參加了倫敦市一家水上俱樂部舉辦的少兒游泳比賽，而初出茅廬的麥克尼爾第一次參加比賽便獲得了冠軍。即便在游泳上展現天賦，但養父母並沒有逼着女兒去訓練，反而給予其輕鬆舒適的自由選擇機會。這期間，麥克尼爾也並沒有打算將游泳作為自己終生奮鬥的事業，反而還學習了鋼琴、排球等。
總之，多才多藝的麥克尼爾在那個時候獲得了很多朋友，這些朋友來自五湖四海，膚色不同，英語發音也有差異，但他們都是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格外開心。2015年夏天，麥克尼爾初中畢業，這個時候他才下定決心要努力練習游泳。在加拿大，未入選國家隊前，訓練的費用都是要自己負責的。那個時候，為了支持女兒，養父母可謂花了不少錢，也花費了不少心思。父母幾乎是輪流陪着女兒一起訓練。在日後接受採訪時，麥克尼爾的養母說道，通常來說，家裡的分工是這樣的，丈夫會陪伴女兒去訓練，訓練之前還會到咖啡館點上一杯咖啡，而我就負責女兒的飲食，確保她的生活井井有條。正是在父母的陪伴下，麥克尼爾的水平提升非常快。2018年夏天，麥克尼爾不僅入選了加拿大國家游泳隊，還被美國密歇根大學錄取。2019年7月12日，在韓國舉辦的第18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正式開幕。這一次，麥克尼爾代表加拿大參賽。他個人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賽中和瑞典名將舍斯特倫同台競技。在決賽中，麥克尼爾和舍斯特倫同時出發。50米轉身時，麥克尼爾還處在第5名的位置，但隨後的最後50米，麥克尼爾急速衝刺，最終以55秒83當時世界第2好的成績擊敗了瑞典名將舍斯特倫，拿下冠軍。因為麥克尼爾是比賽場上唯一的一位00後選手，19歲的他驚豔了全世界，當然打破了加拿大紀錄的他也成為了加拿大國民的驕傲。奪冠後的麥克尼爾非常謙遜地和亞軍舍斯特倫擁抱，這仿佛是一種傳承。奪冠後的麥克尼爾不敢鬆懈，他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高水平的運動員，他最終的目的是在東京奧運會奪金，所以他在上大學期間一直都在努力訓練，而在訓練的同時，他的父母则一直陪伴着他。2021年7月，在東京奧運會，麥克尼爾在女子蝶泳100米決賽中，在最後階段絕殺張雨霏奪冠，瞬間成為了熱點人物。而中國的媒體也都在用華裔女孩奪金為主題報道麥克尼爾。天才固然重要，但能發現天才、培養天才的就更重要了。加拿大自古以來就是游泳強國，麥克尼爾的奪金讓他成為了加拿大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也讓他成為了加拿大人的驕傲。而麥克尼爾的養父母自然受到了不少關注。加拿大電視台紛紛到家中採訪，在談及女兒的身世時，養父母直言，女兒一直都知道自己來自中國，如果女兒想要到中國尋親，他們也會支持的。但麥克尼爾卻始終沒有尋親的想法。他喜歡現在的父母，也喜歡加拿大，想永遠生活在加拿大。2023年10月27日，4年一度的泛美運動會游泳比賽項目正式落幕。麥克尼爾參加了7個項目的比賽，奪得了5枚金牌、1枚銀牌、1枚銅牌，成為了此屆游泳比賽場上的最大贏家，同時也成為了在泛美運動會上奪得金牌最多的加拿大運動員。如此一來，麥克尼爾也成為了一名集奧運會、短池游泳世錦賽、洲際運動會冠軍於一身的全滿貫女子蝶泳選手。賽後，麥克尼爾也是異常開心，他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感謝所有觀看過我第一次奧運之旅的人，我很自豪能代表倫敦教和世界上最好的國家，配上了加拿大國旗。作為一個加拿大人，麥克尼爾認為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這無可厚非。就像我們中國人一樣，幾乎人人都認為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這樣看來，麥克尼爾對於加拿大非常喜歡，他估計也就沒有尋親的想法了。我相信在麥克尼爾奪冠後，他在江西的父母應該已經心知肚明了，他們也應該感到欣慰。但若是讓他們主動認親，估計也害怕打擾到女兒的平靜生活，當然更多的是無顏面對自己當初拋棄的女兒。20年前，加拿大夫婦收養了江西女棄嬰，而現在這個長大成人的麥克尼爾成為了奧運冠軍，成為了加拿大人的驕傲。這何嘗不是對養父母的一種回報呢？當然了，養育子女又何談回報呢？或許在這對加拿大夫婦看來，麥克尼爾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他努力的結果，他只要是開心快樂、健康平安的就足夠了。最後，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我是貝貝，
感謝你的觀看，我們下期見。